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聊一个，可能大家私下里都挺好奇，但又有点不好意思公开说的话题，就是关于自我愉悦或者说自慰这事儿。是的，这确实是个有点私密，但又很普遍的话题。对，你可能也琢磨过，我这样，算正常范围吗？或者特别担心分率高了会不会对身体不好？甚至要是有伴侣了还这样做，心里会不会嘀咕，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关系，有点问题了？这些想法都很常见。好吧，那咱们今天就来深入聊聊，看看关于自慰有哪些普遍的疑问，还有哪些可能让你哦一声的答案。第一个肯定就是频率问题了。对，这绝对是点击率最高的问题。到底多少次算正常？是啊，一天一次，一周几次，有没有个谱儿？其实啊，答案可能让你有点意外，根本就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所谓标准频率。没有标准。对，关键完全不在于那个数字，而在于，就是说这件事有没有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麻烦。麻烦，比如说，是不是影响你工作了，或者学习不专心了，社交活动受影响，甚至睡不好觉。这些才是重点。哦，我明白了。所以关键不是次数多少，而是它对你整个生活状态的影响。完全正确。只要你自己觉得 OK， 没觉得焦虑，也没耽误正事儿，那频率本身真的不是个问题。那就好，这样很多人松口气。是的，而且男性女性都一样，个体差异非常大，别被什么标准或者跟别人比给空住了，你舒服最重要。行，那接着说下一个让人焦虑的点。健康，网上说法可多了，五花八门的。这个确实。比如说，过度自慰会导致脱发，还有更吓人的，影响那个性功能，这些是真的吗？好，咱们一个个说。关于脱发，这个基本上是个误解。你想想，脱发主要原因是什么？好像是遗传、压力。对，主要是遗传、体内的激素水平、营养状况，还有精神压力、睡眠这些。当然，如果一个人极度频繁，而且是建立在长期缺酒、营养不良的基础上，那他整体健康可能会变差，头发可能也会受影响。但这不能直接赖自慰，对吧？哦，是这么个逻辑，不是直接因果。对，然后说影响性功能，比如阳痿什么的。通常来说，自慰本身也不会直接导致这些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这里有个比较微妙的地方，就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只依赖非常特定而且强度特别大的刺激，打个比方，可能需要看特定类型的片子，配合很特殊的手法才能兴奋，那确实有可能怎么样？就有可能导致他在真实的亲密关系里，感觉好像那个兴奋的阈值变高了。阈值变高，就是说普通的刺激不够了。哎，对了，就是这个意思，感觉反应好像慢了，或者没那么容易兴奋了。这在医学上有个词儿叫感官脱敏。感官脱敏，听起来有点专业。但不是说功能本身坏掉了，更像是怎么说呢？口味被养刁了，需要更重的刺激才行。明白了，像听歌一样，老听重金属，再听轻音乐就觉得没劲儿了。哎，这个比喻挺形象的。那对女性来说呢，会不会也影响敏感度？这个嘛，其实现在很多健康专家的看法正好相反。怎么说？他们认为，适度的自我探索反而是了解自己身体，发现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了解自己。对啊，你想，你越了解自己身体的反应和喜好，在跟伴侣亲密的时候，是不是才越能有效的沟通，告诉对方怎样让你更舒服？这样反而容易获得满足。有道理。了解自己是前提，这正好也引出下面想聊的，就是一些常见的误解。好啊，咱们来快速澄清几个。第一个，会不会上瘾？可能有心理上的依赖，像有的人压力大了就想购物或者打游戏，但这跟吸毒那种生理成瘾不是一回事儿。关键还是看你是不是觉得失控了，是不是因为它耽误了正经事儿，影响生活质量了。好，下一个，女性自慰是不是挺羞耻的？这绝对是老掉牙的观念了，完全不是。这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生理行为，是身体的一种本能和探索，不分男女。那这个呢？有伴侣了还自慰，是不是就代表感情出问题了？这个也不一定，真的。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种个人的放松方式，或者缓解压力的方法，像泡澡、看书一样。对，或者是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独处时间。这跟他爱不爱伴侣、关系好不好没有必然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一种可能的个人调节，而不是关系的缺陷，可能心态会更健康。好，
最后一个迷思，自慰就等于性需求特别强？这个等号也画不上。人的性欲水平高高低低，差别很大。单看频率高低，不能简单粗暴的就给人家贴个需求强或者需求弱的标签。了解了。那在恋爱或者婚姻关系里，你觉得有必要跟伴侣坦白这事儿吗？感觉这挺微妙的。确实非常微妙，这里面就涉及到沟通和相互理解了。你看，坦诚沟通吧，好处是可能避免对方误会，比如他可能以为你不想要亲密接触了，但反过来直接说，也可能让某些伴侣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感到有点不安全感。是，这分寸不好把握。对，所以关键在于沟通的方式，还有就是双方的理解程度和安全感怎么样。有时候这真的就是纯粹的个人选择，为了放松自己，而不是因为关系里缺了点啥，把它看作一种可能的补充或者个人空间，而不是关系的缺口，可能对双方都更好。理解了。那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关于频率，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关键看个人感受，还有就是别影响正常生活。对，很多健康方面的担忧，像脱发什么的，大多是误解。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刚才说的那个感官脱敏的情况。是的，方式很重要。然后在伴侣关系里，开放有智慧的沟通是关键。没错，沟通和理解。那么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抛开这些频率啊、健康啊这些具体问题，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文化，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那些观念，他们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探索，还有对愉悦感受的看法的？这个思考很有意思。是啊，可以琢磨一下，怎么把外界的那些眼光、那些评判，跟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你自己的舒适区区分开来，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平衡点。这确实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值得每个人去思考。好的，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咱们这次的探讨能让你对这些可能有点私密的话题有一个更清晰也更轻松一点的认识。